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湖北利川的农村。大家看看我身后，团圆小学，这里以前是一所学校，但是更早的时候，这里呢是一个地主豪宅。那么很多人会说，地主豪宅应该是属于木头的，怎么是这种像西方建筑风格的？它这个是跟它的背景有关。在上个世纪大概30年代的时候，这种建筑开始修建。修了10多年，一直到1949年的时候，这个地主庄院才修完成。那旁边呢，这里还有一个碉楼，相当于碉堡，是防御性的。所以它这个民居呢，地主庄院呢，是居住防御为一体的古民居。那么我们就来介绍一下，为什么地主庄院会修成那个西方建筑风格的。当然了，里面总体结构的话，还是中西合璧的。这样的地主庄院肯定呢也是有几十个房间的，并且呢都是户户相通、户户相连。哇，这个大门很重啊！我们现在进来了，这个门呢，我看一下，厚度可能有7、8公分，推出来声音都不一样。大家见过这种老式的门没有？还有声音呢。对啊，就这个，因为这扇门呢已经有差不多70多年的历史，然后这个靠什么？就靠这种。其实现在农村的有些80、90年建的房子，它这个栓的还是靠这个。然后我们一进来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一个四合院形式的。它整个这个地方是属于回字形的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走廊跟房屋全部是连接起来的，然后每扇门出来都在回廊上面，所以这里我们常说的户户相连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当年在49年之后，这个地方就是属于学校，最高峰的时候，这里是大概300个学生。在这里刚好碰到当年居住在这个地主庄院里面的一位老人，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基本情况。叔，以前您住在哪里？哪个我？啊，都是那头都是我的。啊，这都是你的。嗯，当时分给你的是吧？那是买的。啊，买的。嗯，住了多少年了？那买到30多年了。啊，那以前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。住到32年。这个学校有多少年？学校那从解放过后都有学校啊。那当时最多的时候，这学生还挺多的哈。哎，他那里有9个天津呐，他那里是一个厢房，他那后头还有一个厢房。您今年贵庚啊？年纪多大了？我姓胡啊，68的，68、 69的。啊，那可能当时建的时候你还没看过啊。那整个那找不到。就是当时有学生的时候，你也住在这里面吗？我住在这样。啊，就一直住在那里。啊。学生可能就是在这一块或者后面啊。哎，那边那里都是学校，我住的正午那边住的2间。啊，那还挺好的，住在这个地方，冬暖夏凉吧，冬天不会冷啊。冬天不冷，春天凉快。啊，就是冬暖夏凉一样的。嗯。看起来这个房子当时确实修建的挺好的。但是他按照大水井那个房子修的。啊，对，它跟大水井那个有什么关系没有？他们原先还家，他准备找大水井的李家开亲。啊。他李家呢，他说那你还家，你那个屋嘛还不如我的厕所。古代嘛，成家也讲究门当户对，那地主的儿女呢，找的对象可能也是地主家里的。当时范家呢想找李家，但是没同意，所以他们气不过，就把给李家修建房屋的那些工匠请到这里来，帮范家也修建了这样一栋地主庄园。所以呢，看起来的风格啊，有中西合璧的，因为它是借鉴李家的，同一批工匠嘛，所以修的可能就是模样是一样的。当然了，范家这个规模远远不如李家那个大，因为李家那个有几百个房间，而他这里呢可能只有几十个。这个地方当时修建成有多少个房间？那是楼上楼下是5、60间小间的了。那总共有50、60间。啊。就是那个修建这个房屋的地主啊，就是那个范家的，他当时后面去哪里了？有个孙儿呢，现在在北洋街上做起的。像这些柱墩，当年都是有石雕的，但是呢，经过这么多年，可能都被破坏了，已经氧化了。这里是团圆小学，
就当年这附近的学生啊，都在这里上课。那么最早的时候呢，这里就是堂屋。整体这一边的话，大概是房间，大的房间可能30多个，小的房间20多个。里面呢，全部属于这种木头结构的，地板也是木头的。那么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个东西啊，这个应该很多人见过吧？其实这里是一个房间，后面呢相当于是卧室啊。这个有点像经常影视剧演的那屏风一样的，可以推开。那么这里呢，可能就是书房等等这些。给大家来展示一下，这个房间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东西，在门口这里啊，我们这里看到，相当于是一个大的衣柜是吧？可以打开，但是大家看看上面啊，这里属于楼梯的上下。那么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？起到一个承重的作用，它是不是很有智慧？那这个就是楼梯，那楼梯上面呢，就靠这个承重，因为它是有2层半一样的。这个地方是一个空间非常大的房间啊，在以前最开始修的时候，这应该是一个主卧室，后面变成学校之后，这里呢就是一个5年级。因为地下呢，这个水泥是后面重新铺的，最开始建的房子呢，基本都是属于木板或者是那个石板。大家看看，你像这些墙的话，就是属于那个欧式风格的，但是旁边这些木板的呢，就是中式的，所以整个这个建筑呢，几十间房间基本都是这样的。靠外面就是砖结构。里面呢，全部是用木头隔开的，跟大水井是一模一样的。当然，它这里的规模啊，没有大水井那么大。大水井的话，我们去看过了，总共房间是170多个，然后有几十个天井。那这里的天井呢，没有那么多，房间也没那么多。但是总体来讲的话，大家想一想，当年地主是多么奢华。你说现在有谁能够建起这么大的房子？你说建别墅也没有这么多房间了。这种老房子的门呢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它这里这样一个栓的嘛，这样栓过去，那就挡住了，别人进不来了。打开一下，这种门呢，经常有这种声音的，所以一听到这种门的声音呢，我特别有怀旧感一样的，因为确实现在很难得见到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的门呐，铁门、不锈钢等等是没有这种声音的，这种是纯木结构的、天然的这种声音呢，很有那个年代感。一般新的是没有这种声音的，它是经过时间太多，就相当于说日胀冷缩一样等等这些原理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走廊上面，刚刚从教室出来。其实这个地方不止这一块了，整个后面还有的房间连着房间，它是整个上下2层的。等一下我们去2楼看看。那这里就属于柱墩。大家看看柱墩其实分了多少层？1层、2层、3层，这一直上来。那上面以前的雕刻是非常精美的，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看不出来。然后这里所有的柱子啊，要不是在这种柱墩上面，要不就是在石头上面。那么其实呢，大家都知道了，防潮，因为整个如果直接放在泥土上面的，很容易被那个水土腐烂。这些木头，大家猜经过多少年了？就是从建的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换过。日晒雨淋70多年，就证明他们当时选的材质，这些木头都非常结实。在这个院子里面还有好几口水缸，大家猜这个是干嘛用的呢？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在木房子都有这种水缸的，就是起到消防的作用。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这些雕刻，石雕、木雕，来到这个范家庄园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石雕跟那些木雕。大家看看这里的木雕，这是原版的，没有被破坏的。大家看看上面中间那个圆的是什么？那是蝴蝶，它这个蝴蝶是对称的，上面也有，下面也有。下面这个掉了，但是被这位老爷爷收起来了。看看上面，大家猜那个是什么鸟？那个蝴蝶两边的是什么？你看得出来吗？花吧，那是鸟吗？感觉有点像鸟一样的。中间它这个是蝴蝶。这个应该是荷花。这个是荷花是吧？这个太精美了，很难见到因为这种
几十年前的这种木雕现在很少了，很多都是仿造的。现在准备去2楼看看，走一走，看看有没有声音。啊，这种是典型的上木楼梯的声音，很有意境啊。现在我们在2楼，在这个回廊上走一走，它其实也是连接着的。你像这个呢，就是他们的窗户，这个窗户也是木头的。等一下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个窗户也有好玩的东西在里面。那么这边呢，相当于就是在这里啊，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。它这个位置选得很好啊，外面的风景一览无余。整个房子是在一个山脚下面，小的山坡上面，这些都是木头啊，基本上是看不到钉子的，全是属于我们说的穿斗式。因为整个这个2楼啊，属于穿斗式。我们经常说榫卯结构、穿斗式结构都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地方是一扇门，我们把它关住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就打不开了，就是一个栓子这样栓住的。是不是以前的挺好玩的？然后这样一拉过去，这拉的不会掉啊，它刚好这边窄这边宽，是不会掉的。然后这样再打开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应该很多人是没有见过这样的门吧？基本上都是几十年前的了，现在是不可能有的了。这座地主庄院整体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建筑，实木结构，屋顶盖瓦，还有天井。地面呢均是由巨大的青石板铺成，就相当于是方条形石。主体建筑是2进5院2楼，占地面积大概是2000平方米。建筑风格是中西合并，建筑工艺呢非常精湛，也非常完美。它以前还有小姐的绣楼，后面倒塌了，现在已经看不到了。从建筑风格、建筑的材料也能看得出来，当时地主生活的我们说奢侈。但是这个地主去哪里呢？其实最后一代地主他在40年代是得病去世了，后面他的夫人一个女人无法撑起这个家，那么这个家族就慢慢的败落了。听说现在还有后人，刚刚那位大爷爷向我们介绍，他有一个后人在县城居住。那这个地主庄园我们就看完了，谢谢大家。